志辉最早在重庆声名鹊起的时候，虽然在川渝地区未尝败绩，但比起全国那些如雷贯耳的拳皇大 boss 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不但全国其他高手觉得重庆的拳皇97的实力可有可无，甚至连重庆自己的一众玩家也经常只是在论坛或者贴吧里边仰望众高手的对战视频，学习那些闻所未闻的技巧。从来没有想过，真的有一个自己的当地高手能登上全国舞台，和那些拳皇传说同台竞技。不过事情慢慢发生了改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05年，几位来自沈阳的神秘高手南下重庆交流，其中就有参与过南京沈阳以及广西沈阳枪战的大神王军。因此，这次南下交流的含金量十足。对于重庆的拳皇水平到底在中国属于哪一个梯队，也是一个绝佳的试金石。过程大概如下：北方军团的实力一如既往的彪悍，各路高手被打得七荤八素。不过当时重庆出了一位叫做黄训的少年，天赋异禀，前面也被东北高手狂虐，不过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2天之后就破解了对方的打法，实力反杀，为重庆保留了最后的火种，把沈阳高手全部打了个遍。和王军整体来说5-5开，虽然整体战绩相差不大，但是后期东北高手已经有点打不过黄训了。继续打下去，黄训的优势应该会更大。当时的黄训真的是天赋异禀，他成长为重庆第一就是短短的几个月。当年重庆的小天津游戏厅是排名第1的游戏厅，黄训刚去的时候还排不上号，后面真的是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打败了所有的人，制霸游戏厅。其实后面吴志辉和他的成长经历很相似，在全国的拳皇界称霸也是复制黄训在重庆称霸的过程。不过要注意2点，这次交流是友好的交流野战，并不是比赛或者开枪。其次，当时重庆的机器并不是对战机，而是连排而坐的情侣机，还有重庆和沈阳都是带裸杀的，因此这并不能算是一次很严谨的实力对比，但是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重庆玩家第一次打开了大门，了解了全国顶级高手的实力，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有实力打进全国，和那些传说中的高手一决高下。这里多说一句，吴志辉早期打不过黄训，当时吴志辉在重庆是8神第一，被人称为8金，而黄训是神乐第一，所以被称为神金。当时的对局很有意思，就是吴志辉的8神如果不能1穿3，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被黄训的最后一个人神乐反3。当时他俩都是16、17岁的少年，并称重庆的双神，也就是后来让吴志辉打爆网络的神乐，其实并不是他的最强角色，而是源于黄训为首的重庆玩家对神乐这个角色的理解而来的。也就是说，吴志辉是学习了黄训的神乐，才打爆整个网络的。当时由于黄训对自己的神乐无比自信，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小事儿。当时的拳皇黑洞论坛都尊鼻祖成龙为中国第一神乐，而黄训表示自己的神乐可以吊打成龙。本来这个帖子是黄训在重庆区回复另外一个人，结果没想到成龙知道后跑过来回帖，表示在武汉等他来开枪，如果黄训赢了他，给他1000块钱，并且包吃住；如果他输了，就自己走鬼步回重庆。当时的重庆玩家没有怎么和外地的玩家接触，所以就怂了，表示只是开玩笑。其实后来重庆一个大型的电玩城开业，成龙和鸭王代表武汉高手作为代言人来到重庆交流，全部被吴志辉打爆了。而且成龙当时的酒吧也被吴志辉连下16个币。这一战让重庆再次坚定，原来很多外地的所谓神级高手都是纸老虎啊，我们才是最牛逼的。所以如果当时黄训真的接了鼻祖的这一枪，肯定是可以吊打成龙的，但是能不能拿到1000元，那就不知道了。不过后期的黄训因为个人原因没有玩了，天赋来说确实不输吴志辉，否则现在大家看到的重庆顶尖高手很有可能就不是一个灰灰了，而是重庆双神。第二件事情是成都举办了一场拳皇比赛，本来吴志辉并没有准备去参加，但是广州大口前来比赛，大口和小孩走得很近，因此和大口对战能很好的评估重庆的97顶尖水平，所以吴志辉代表重庆去了成都，98当然是被大口各种吊打，但是97大口不是吴志辉的对手。据吴志辉回到重庆后说，大口水平和秦红差不多，小孩略胜一筹秦红。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估计是小孩告诉大口，大口转述这一说法。
因此，这也坚定了重庆玩家认为吴志辉可以和秦虹同台竞技的想法。